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大国之间的这个交往，或者是说国际之间的交往哦，现在每一天都在发生。包括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好了，每一天呢到中国大陆去拜访他的这个国家领袖非常多哦。最近这一个是越南的总理哦，我们看到他已经抵达中国大陆了，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哦。这是他在1年之内第3度的访问哦，所以我们看到越南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也是有些地方有争端，有些地方有合作。我们看到李强，中国大陆的总理，他会见的越南总理范明正哦，2个人握握手。那越方哦，他就表示说支持中国大陆加入 CPTPP， 这也是我国哦，这也是我们一直在争取加入的。如果中国加入了，那台湾还有希望吗？哦，另外我们看到李强，当然他们要讲一些互相友好的话。他说中国跟越南有着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情谊，大家知道都是共产主义国家嘛。那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越南总理呢，他也呼吁中国大陆投资大型的基础建设项目，这恐怕是他来拜访中国最大的目的了，希望中国提供更多的基础建设的一些动力。所以范明正呢，他去见了中车子公司大连机车的董事长，还有中国电建副总经理哦，这是电力的基础建设的一个副总经理。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中国大陆在越南的投资啦，不管是官方的、商业的其实很多，包括中国电界，它在2000年开始就在越南开展能源领域的这个业务，像是水力发电啦、北区的风电啦、液化天然气项目等等。那范明正是希望中车刚刚讲的来做这个越南的基础建设，包括他们的城市跟城市间的铁路建设把它连接在一起，还有首都河内以及大城市胡志明的城市铁路项目。因为越南现在发展越来越快了而另外我们看到习近平非常有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11月的时候去中南美洲的秘鲁访问，因为 APEC 在秘鲁第3次会在秘鲁举行那秘鲁的总统今天就来访北京了我们看到这是这个秘鲁的总统迪纳6月25号开始连续5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包括习近平、包括李强、包括赵乐际都分别跟他会面。而我刚刚说了有可能下半年在11月份的时候，习近平有可能会去出访到秘鲁去出席 APEC 的峰会。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呢，秘鲁也有一些中国建设的影子，包括秘鲁中部的太平洋滨海城镇前凯有一座这个深水港正在兴建，到时候习近平可能会去剪彩做一个启动仪式的主持。而另外呢，秘鲁总统呢也会参观像是华为啊、比亚迪啊，这都是中国大陆最领先的项目两国可能也有一些合作吧，因为像是秘鲁，他也希望能够发展他的科技。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了，秘鲁也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第4大贸易伙伴。还有重要的投资项目你看到这是世界的各种的交往跟局势的变化，包括德国的副总理去中国访问，可是有一点尴尬的是，习近平他没见到，李强也没有见到。我们先看到习近平会见波兰总统波兰总统是前几天抵达了中国大陆那这个习近平他特别讲，他说欢迎更多波兰的农产品进入中国，可是反对借口中俄正常贸易移转矛盾抹黑中国。他这个话说给可能是欧盟或是美国人听的，因为美国一直在指控习近平你跟俄罗斯正常贸易跟他做贸易，你就是在资助他攻打乌克兰，所以他刻意讲这一段话。而另外我刚刚说了，德国副总理访问中国，可是原来他希望见习近平啊或者是李强，2个都没有见到，都被莫名喊卡所以也有人讲说，这位副总理他叫哈伯克，因为他过去比较反中是不是刻意给他洗脸呢？而另外我们看到发生的一桩事情是在德国境内，德国有一个戴奥金属厂被人家给放火烧了，烧的人被查出来是俄罗斯的破坏者。那有人就讲，可能在5月初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可能是要阻止他们在乌克兰生产
制造武器啊。那什么是戴奥金属的技术工厂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东西是属于 IRIS-T 防空飞弹的生产供应链之一啊，而且欧盟已经决议将这一型的飞弹提供给基辅，所以是不是俄罗斯有破坏者去把它给烧毁呢？这种飞弹一直是很有效的，在保护乌克兰的领空。这是我们提供的背景资料。来，先请教这个盛峰老师。是这样子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跟中国对越南是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出发点，就形成了不同的关系。美国很简单，就是利用越南要来压制中国，利用越南要来取代中国。他对越南好的目的是有他大国霸权的思维在内。而中国呢，对于越南是整个产业链的外溢，不是外移外溢，也就是说，把越南顺水推舟，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一部分。所以对越南讲起来，最需要的是这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最重要的是铁公路嘛，这是铁路、公路、机场、电力、铁公机电嘛。而这铁公机电是美国在拉拢越南的这么久的时间里面什么都没做的。而中国大陆是可以来做的，而越南开始在美国、日本的收拾下，也曾经拒绝了中国的这一个基础建设，最后呢一事无成，还是需要靠中国。所以这个中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铁道的建设公司等等。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同样的东南亚国家在看到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他是怎么来看美国跟中国大陆？越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紧接着呢，就是这位德国的副总理各位不要被副总理3个字吓到在内阁制的国家里面，副总理是属于这个怎么讲？我们叫做占位置、占空间的一个位置而已，基本上都是一个部长去兼任。是，而这个副总理是绿党的党魁。是，那绿党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那我们是够清楚的。那因此，属于一个部长级的人来访问，同等的待遇，大概一个部长接待就没有失他的礼。所以不要说用打脸。假如今天连个部长都不接待，那才叫打脸。假如今天派使了一个，因为他是大概就是类似气候变迁什么能源的这一类的部长，大概中国派个气候特别大使跟他碰面，已经很给他面子了。所以不要觉得委屈，刚刚好而已那么呢，最后呢，我是要来讲的就是这个秘鲁的这个前海港，这非常的重要。这个是等于中国在整个的南美洲的面对太平洋的部分最重要的一个据点。因为它的旁边就是利马，利马就是秘鲁的首都，所有的邮轮就是都是以利马港作为这个停靠地所以呢，在这个的里面，它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港口，那就是这个前海港。这个前海港的建设呢，也有一点波折，一直到了最近这一个新的总统上来的时候，还有点波折。所以这个总统还蛮有手法的，他一方面处理的交代，一方面又把它给恢复。所以呢，这个前海港的部分跟着他的来访华，这个整个结合起来以后，它对于整个中国大陆在整个的南美洲的这一个，尤其太平洋这个部分，是等于得了一个最重要的据点。这个据点不只是秘鲁，而且旁边的几个周边的国家，假如中国大陆有足够的企图，也对于南美洲的国家，大家在“一带一路”上有共同的愿望的话，那么之间只要再建立跟巴西一条铁路再能够建造起来的话，那连巴西都不必经过巴拿马运河了，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个港口，那么做到全世界各地。所以这个港口的重要性，对秘鲁、对南美洲、对这些需要农产品资源外出的大国来讲起来，对中国在南美洲的地方都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据点。很重要赖老师。基础建设一投资10几20年，是你要回收30-40年才有可能回收，所以它是一个高风险，那么低回收率，但是它会带动整个经济的繁荣所以通常都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很稳定、很可靠，那这种基础建设才会推下去。中国大陆对东盟的国家反反复复的国家，它基本上会比较谨慎。越南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它反反复复，所以这一次它走投无路了也就是它原本是依靠美国、依靠日本，然后从日本这边弄高铁，要盖大桥，结果大桥盖了一半垮到水里面去，
日本的施工有问题了，高铁到目前为止看不到影子，美国开一堆支票给他，然后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兑现。可是很明显的，它缺交通，它缺能源，它缺港口，它缺好的机场，那它到处都缺，怎么办？那也就是说，美国这边没有用，日本这边也没，回过头来找中国。我觉得中国大陆在面对越南的时候，它比较谨慎，所以你看越南到处找，然后一年去中国大陆3次，很明显的就是没有谈通。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对越南这个投资，还是考虑再三。其实泰国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可是你看像老挝啊，就是寮国、柬埔寨、马来西亚，他们都是很坚定，很坚定的时候，中老铁路通了，然后那个柬埔寨也在发展中，像那个云良港也走通了，马来西亚的一带一路，还有马来西亚的交通建设也都开始在铺起来了。这代表什么？就是说比较稳定的国家，中国大陆跟它的合作进展的比较顺利。反复无常的国家，大陆通常会比较谨慎。现在越南的发展面临很大的瓶颈，可是它也束手无策，你就是缺电嘛，所以它要从广西、从云南这边来买电。那买电，那中国大陆电不给你，你就没用。所以很多外资，尤其是需要高耗电量的，当初美国不是说帮你发展半导体吗？半导体就是需要大量的水，需要大量的电，而你的电不稳定的时候，哪一个几百亿的钱要投下去，你又给我缺电，那怎么投啊？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面是走不下去的啊。有关于秘鲁的一个问题，这个港口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深水港，因为南美洲其实不乏港口，南美洲的商港很多，货运港也很多，但是都是潜水港。所以它通常这些大货轮、集装箱的大货轮要先运到墨西哥，再从墨西哥转中小船，然后再往南运。你想，这个第一个成本高，时间耗费多，而且你要先绕到北部，再往南走，很不方便。那本来中国大陆是要贯通啊，这个巴西跟秘鲁东西两线要贯通，那也就是由于巴西又是左右。一下子左，一下子右，所以巴西这条线贯不通不了。但是秘鲁就从2016年到现在贯通了。我觉得这个港，坦白说，对于整个南美洲，对秘鲁来说，真的是不得了啊！对美国人来讲，痛苦到不行啊！好，来请教大钟老师。对，我觉得对越南的角色，其实大家也很好奇哈。的确，我觉得他比较左右逢源一些，他的外交比较长袖善舞了哈。就是你看。这几年越南的领导者从总理、总书记访问中国大陆比例非常高，非常频密。那习近平在去年12月也访问过越南，双方也签了洋洋洒洒蛮多的合作协议，甚至有谈到说未来可能在新建这个越南到中国大陆的2条高铁。好，所以从实务上来讲，越南必须得重视中国大陆，因为中国毕竟是它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的这个贸易量大概2000亿美金以上。那中国大陆同时也是越南最大的投资国，这是不可讳言的地方。那即便是双方过去有一些历史的争议了，这个我觉得心结还在包括领土的争端、海上的这个南海的争端还在。但与此同时，大家也不要忘，就越南跟美国的关系，美国也在抓，美国抓越南抓得非常的紧，它有历史的渊源因为越战结束之后的20年一直到1995这个克林顿政府才宣布。双边关系正常化，但老实说，真正的关系大幅进展应该到奥巴马的后期，2015、2016宣布双方成为战略伙伴。那奥巴马邀请越南领导者访问白宫，也是国事访问，高规格。同时在奥巴马任内最后半年多，他还再去一趟越南，所以可见美国很看重，因为那时候美国在推的是叫做。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越南就是很典型美国在这个地区里面要抓的一个重要的伙伴，虽然不叫盟友的地位。那川普也2次去，4年任内2次去越南。那到拜登而言也很看重，去年9月，拜登访问越南双方的关系升华为全面战略伙伴对越南来说，给这样的地位代表说罕见因为他过去只给中国。俄罗斯、印度、韩国，那这次给了美国，所以美国抓得非常紧。但是越南的外交，我觉得就像刚才所提到，它大概不会很明显倒一边，
他待在中间抓一个他的位置，这是他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在战略上的一个特色。那只要是中美的战略竞争持续，类似像越南这样的国家，他就会朝这样的步骤去走，想办法从双方得到最好的利益，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外交的特色。是。其他我们再来看看哦，包括这个美国哦离间俄罗斯跟北朝鲜，也就是北韩，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企图呢？我们知道最近哦，我们可以看到普京跟北韩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这个条约大家也都在关注未来可能它会发酵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到，包括美国的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布朗以及坎贝尔哦，包括这个军方人士都说，有可能未来中国大陆会跟这2个国家发生摩擦，可能会有一些紧张的关系哦。那北京是不是也很忌惮这件事情呢？包括坎贝尔他自己就说了，中国可能会担心北韩被鼓动采取挑衅的措施，导致东北亚地区发生危机哦。所以到底中国大陆怎么看俄罗斯跟北韩签订新协议呢？ CNN 就报道说，沉默背后可能保持警惕哦，大概先不讲话，然后观察，可是心里头还保持着警惕。CNN 进一步评论说，随着习近平应对一系列国内的挑战，特别是经济成长趋缓，所以他需要东北亚这个局势要和平要稳定，要不然他就蜡烛多头烧了哦。我们看到普京的确动作很大，最近他拜访了北韩，又到了越南。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就评论说，普京的亚洲之行掀起了地缘政治的风暴。你看到他跟这个越南的总理，以及跟这个普京已经跟北韩的金正恩都有一番合作或者是有一些更强大的武器互相支援呐。尤其是北韩，我们先来看看呢，其实世界或者西方国家非常担心这个事情，因为普京公开威胁要为金正恩的军队提供更强大的武器，包括核子弹头装载的技术重新点燃了朝鲜半岛的敌对情绪。尤其过去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希望北韩去核化像是6方会谈像这样子所以呢，如果现在普京要为他增添助力那南韩跟日本当然会担心，尤其是南韩他们是敌对状态嘛，中间只隔了一条线38度线。我们看到金正恩是俄罗斯等待的贵宾，此话怎说呢？因为普京到北韩访问之后据说也邀请了金正恩去俄罗斯访问，所以你就看到北韩的劳动新闻就用头版刊登了普京致金正恩的感谢信。普京也礼貌的这个邀请他说，希望下一次我们在莫斯科见面所以这2国这么麻吉，世界该担忧吗？又是拥有核子的这个大国。另外，普京也访问了北韩大家都说他是大丰收，包括南韩的国防部长说，我们收到了情报，有480万枚的炮弹，现在从北韩运往了俄罗斯是这样子吗？那这个对乌克兰战争是不是又投下了一些变数呢？普京的这个动作频频，我刚刚说了包括克里米亚昨天这应该是礼拜天遭到了这个乌克兰的攻击那因为这个飞弹是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所以我们看到克里米亚宫就说克里姆林宫就说，你打我的克里米亚，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嘛，所以你要负责。他认为美国要负责，基辅也要负责，所以莫斯科已经正式警告美国大使了，会进行报复所以大家也会担心说，你报复来报复去这个区域的紧张会不会往外扩？而另外，我们刚刚讲到南海的争端，那俄罗斯也在太平洋舰队继续在多海域举行军演，包括你看到从6月18号开始一连10天，俄罗斯的海上军舰要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展开它的军演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动包括日本也是高度的警戒当中。荷兰、印度、土耳其的军舰连续3天访问日本，这算是盟军来支援日本吗？这是应对俄罗斯跟北朝鲜，也就是北韩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俄罗斯的军演吗？
是为了这个上面这样子的动作来进行一个互相的抗衡或是平衡。而日本，我刚刚讲这个国家最近其实包括在经济上面有很多挑战，在政治上面同样的岸田。他的民调来到了史上的最低点，只有10%。所以你看到前日本首相同时他也是同党同志菅义伟，他就说，自民党9月推选新的党魁之后你应该选出新的领袖。他可能认为岸田也不行了所以包括党内的议员有收受回扣的事件呐很多的事情方方面面呐，岸田一直没有提及自身的责任所以他认为民调低。因为很多国民不信任你我刚刚讲到只有10%只有10%支持他继续执政，所以日本的这个危机在政坛上也在发酵。来，李老师是讲起来，我们是先从后面讲起好了。这个岸田文雄、尹锡悦还有拜登这3个是衰人3人组，这衰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国内的民意支持度都低到不行但是这3个人，在导致好久以来没看到这3个人这么亲密过的这3个国家的3个领袖。但是他们亲密的结果，究竟对韩国帮助了什么？对日本改变了什么？是让美国玩弄的这2个国家，远胜于这2个国家从美国的身上拿到的利益。我想稍微只要对国际政治有了解的人，应该都会同意我这样的一个观点。至于北韩的问题，外界不要吵，对北韩的不了解胜过于了解。对北韩，我们都只有从最后的结果才知道推测原因。那我们对北韩了解了，但是我们来看看过去出现什么情况，所以不用挑拨离间。当这一个金正恩要去跟川普在这个新加坡会见的时候他是用谁的专机？是中国提供的专机这个很少有吧？OK。他到第2次越南去跟这个川普见面的时候，火车是经过中国，当然先停哪里先停北京，回来以后再停北京，这等等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解决北韩的问题，没有中俄2国，谁都不要吹牛，不就这么简单嘛？那北韩呢，没有中俄2国。他也不容易混到今天，没错，这也是一个事实嘛，是吧？所以这3国非常的了解自己的角色。美国的这些挑拨离间，只有一件事情：急了，怎么台湾呢？因为中朝本来的关系就不错，但不是这个俄朝本来的关系就不错，但是呢，因为你把普京逼到那你们给我挑毛病是吧？那我来坑几杯糖到那卡成腰。一样的道理，我就把北韩拿来给你恶心。那北韩别的不行，真的要恶心起来这是最受不了的。一个就是日本，一个就是韩国，对，是吧？这个都是事实嘛。那谁才能够让他不来恶心你？那只有一个人那个叫做中国，还有谁？还有俄罗斯，是吧？对，这个是一个很清楚。那所以在这里想去挑拨这3个人在我的看法里面呢是无聊到极点了，而且呢解决不了任何的争端了。那至于什么荷兰、印度、土耳其什么联袂访问日本的舰队，我就想起了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当时到远东来的故事，跑那么远太辛苦了啦。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垮过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俄罗斯跟北韩签署了新的防御条约，中国会生气吗？不会啦，但是会保持高度的关注我觉得最主要实际上，因为这次普丁旋风式的到朝鲜去访问，其实才1天了，本来说2天嘛，那事实上是凌晨2点多才到，那当天就走了而成果非常丰硕，这个成果最丰硕的地方倒不只是武器的交换而已。最主要是共同的防御条约，这个是准军事同盟条约了。那这个准军事同盟条约一签完了以后其实是让美国、韩国、日本真的是吓到了，大为惊讶应该是讲这样。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这个未来的变数很多，未来的变数之一就是不排除普丁
在东北亚这个地方开另外一个口子，也发动另外一场代理人战争。如果普丁能够成功的让朝鲜跟美国打起来，那发生一场代理人战争的话，那对美国人来讲，他战略上的选择就比较麻烦了。是，你要超过38度线以北打，还是在38度线以南打？可是如果是在38度线以南打，那一定是朝鲜越过边界，然后跟韩国跟美军打起来，所以战场一定是在38度线以南，而不是在以北。那如果是如此的话，那韩国的经济崩溃了，股票崩溃，房地产崩了，日本也就跟着崩了，因为日本也被卷进来。那美国基本上的经济也受到重创，那拜登不要选举了。所以对拜登来讲，其实他最焦虑的就是，如果是在这下半年发生这些事，那该怎么办？这个是对于美国来讲，他内心里面忐忑不安。那如果说今天往北推，要推到多远？是推回去而已，还是要打到像过去麦克阿瑟要过鸭绿江、图们江，那就涉及到中国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而且呢，会不会打到最后，这个朝鲜用核武，还是不会用核武？这个美国也没有任何一个把握哦。那如果说你开始往北推的时候，朝鲜如果突然间用核武呢，用战术核武打日本的这个东京板块呢？因为东京的经济板块是很脆弱的。承受不了的，那这样的情形，那怎么办？对美国来讲，对日本、对韩国怎么办？所以这些变数已经越来越高了。其实美国、韩国、日本是焦虑到不行了。我敢保证，他们现在睡不着觉。睡不着觉，这两个不能讲低智能的哈，这两个智商也不怎么高的，一个就是他们的参谋总长，一个就是坎贝尔，他们就想挑拨中国大陆跟俄国的关系。然后就说：“哎呀，这样子的话，中国一定很焦虑，好，中国一定很愤怒，中国一定很生气，所以呢，中国一定会干涉跟俄国的关系。”是，其实这个不对的啦，刚好弄相反了，他故意的，笨，这是媒体放话。好，我们来接一下广告。好，我们看到俄罗斯因为在俄乌战争中它也发展很多的策略，怎么看它未来的发展？对，因为假设我们去看把俄罗斯、中国大陆跟这个北韩三边关系来看，很明显，俄乌战争到爆发到现在，这三角里面至少两个角两边是深化。俄中关系很明显因为俄中本来就是一个全方位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从2022年2月之后，其实俄罗斯在国际社会很多方面还是大力的仰仗北京不管是外交的孤立、金融能源经贸等等等等都是。虽然说这关系未必是上不封顶，因为北京还是有它一个底线比如说它不会提供致命性的武器给俄罗斯，但是关系是越来越好，很清楚。那俄罗斯跟北韩这一次也很特别，是明显它是更加往前走，因为当然普丁是上一次访问这个北韩是20年前，可是金正恩去年才访问过一次，2019年访问过一次，下次他又要再去访问，所以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说，虽然很多国际媒体可能会比较这种抱团取暖用这样的角度去做解读，但是不如说是一个互蒙其利。因为双方都需要对方。那北韩当然会提供很多的武器弹药，俄罗斯最需要。那北韩要的东西比较是一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装备，这一点从去年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参观的地方可以看出一二。他去看这个太平洋舰队，他去看这个战机工厂，他去看这个太空的发射。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翔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紧接着是淡江大学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平安。接下来是前立委李胜峰。钱子好，各位大家好，也是李胜峰老师。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台海之间呢，过去这一段时间都很不平稳，尤其在金门海域，今年年初开始金门事件发生之后，对岸的海警船一直来。今天清晨，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大陆4艘海警船
2度闯金门海域啊，距离我们的金湖仅只有5海里。您现在透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用肉眼就清晰可见，这是4艘大陆的海警船无预警在清晨直驱金门海域，一度逼近金湖，只有5海里，是史上最近的一次，史上最近，越来越近。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看到我们的海巡署告诉我们，有去驱离派出了3艘海巡署的舰艇去驱离到禁限制水域之外，可是花了2个小时。我刚刚还在跟赖老师讨论，怎么会花2个小时啊？可能对方也不理你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很棘手的难题。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的一个国防上面的布置，可能悄悄有了变化。在南台湾的猫鼻头，这本来是一个游乐区大家去休闲度假垦丁嘛，结果我们看到呢，已经被列入国军演习的一个场域了垦管处很低调，可是他有一个公告出来说，这个地方列入国军的演习你看到包括这个演习的公告在这里禁止停车场后3排禁止进入。那我们就要问了，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很奇怪的是，解放军最近也常常在垦丁外海这边一直来这个船舰啦、飞机啦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看位在战略第一线的恒春半岛，近年来我刚刚说的猫鼻头风景区，经常出现大量的飞弹部队进驻，游客也拍到，记者也拍到，包括去年4月有4辆飞弹车，还有电源车、雷达车等等。部署单位有人说可能是海军的海锋大队那装备搭载雄风飞弹。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有一些对于国防或是军武采购的疑问透过我们新闻大白话也经常在讨论。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国防相关单位有回应，这是昨天亮哥郭正亮。他在我们节目上质疑说，我们买了这个弹簧刀无人机从美国这边买来的，很贵啊。可是，在乌克兰战场上几乎已经被这个验证了，它没什么好，没什么用那陆军司令部今天有回应我们先来看看郭正亮的说法。郭正亮亮哥他是引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为什么弹簧刀会失效？据了解普京曾经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可能会已经把部分的电战数据送给了北京，所以我们还要买吗？亮哥进一步说弹簧刀只能飞10公里，根本就是城镇战用的。美国其实某种程度滞销了，卖不出去的东西硬塞给我们，比国际的行情还要贵，而且卖给你很贵那我们看到陆军司令部的回应是这样说亮哥陈述内容欠缺考证，并不属实，弹簧刀无人机为美军现役装备。可是问题是，美军现役装备就一定好吗？美军现役的这个用的武器就一定强吗？我们还是要看我们自己的这个需要吧。就拿这个过去美国海军最新一代的驱逐舰朱瓦特号来说好了，它的造价很高，44亿美元，可是刚刚下水服役就故障一发炮弹要100万美金，还没实战就被美军海军放弃了。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应该我们这个钱要花在刀口上我们某种程度也监督嘛军武的采购虽然是专业，可是希望我们能够买对我们有用的武器在发生战争的时候才有用啊，不然是一堆废物有什么用？你还要花大钱大概是这样子一个监督的意思啦。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使用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可能都很重要。可是法国的陆军参谋长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说很快就会失去优势了，很难跟榴弹炮来相比各方的意见都有。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海的紧张在升级吗？包括南海在中菲在南海的冲突，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就谴责中国非法使用武力不断的在这个媒体上面说这个我们不会这个放弃停止追究你的责任。而另外呢，菲律宾还在扩建这个军机场吗？
我们看到，包括在中业岛上，现在菲律宾在修建钢棚机库，还有钢筋混凝土的塔台哦，所以要全面的扩建。那中国当然会有忌惮哦，他担心说美国的 F-35B 型的战斗机会在这里部署哦。南海看起来情势很紧张，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西菲律宾海监测仪在仁爱岛礁附近发现中国怪物，什么怪物啊？他们的海警船，因为啊叫它 Monster。是因为它很大哦 ，huge， 所以就说你是怪物哦，所以就很忌惮，也很害怕。那我们看到这是在威吓菲律宾吗？中国大陆的媒体就说，下一个我们就会派山东号，为什么？因为菲律宾它也发现075跟其他的万吨大驱除舰。旗舰在南海，所以可以看到呢，中国近期派遣的像这样子的2栖攻击舰往南海地区，也被这个菲律宾媒体的报道出来。美国当然也都在观察当中哦。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就说，推测目前停在南海战区港口内的山东号航母舰。可能接下来不是大驱了，不是驱逐舰了，是航空母舰也要派去南海服役。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央视很罕见的曝光了福建舰的细节那当然，我们看到央视的报道是这样，他说福建舰已经达成了一些不可能的成就过去大家认为说不太可能，他们已经做到了，包括在常规的动力舰上它不是这个核子动力的，可是它也可以用先进的电磁弹射器那过去大家会认为说，只有核动力潜舰才可以产生足够的电力，可是现在呢，他们已经突破了。那另外，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这个画面，这个是福建舰海事有一个细节网友都说，很像是黑科技，这是什么呢？就有一排钓鱼竿，您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看起来是官兵们要在舰上钓鱼吗？非也，这不是这是在船首的边状型天线，主要用于行进中的通信在航行当中，它可以通信，作为接收或者是发射信号来作为使用。来，我们先请教盛峰老师怎么看，包括在金门海域最近对岸的海警船来的密集，而且很近然后在我们的禁限制海水域，有人说这个耀武扬威，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怎么办呢？没有怎么办？应该想好一个事情，就是大陆不用解放军，而是用海警船，然后呢，既不分布的到金马海域，甚至澎湖海域，甚至东部海岸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来应对？因为从南海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出动的是海警船，那你也不能出动军队吧？那你出动军队，那就要打仗咯。那他出动海警船，然后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名义，那开始在这里逐渐的收回所谓的你的海线的权威。现在金马大概已经收回了啦，已经收回。那将来会不会在外岛、在东岸呢？那海警出现，我们海警出现，那问题是双方的实力双方的这个吨位数差距太大了，人员大，那是说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只有吹口牛，我把它驱离了，那不叫驱离了，不要变成，那就你跟着他2个小时啦。对啊，驱离要花2个小时也太久了。不是驱离，就跟着他2个小时，把他跟踪完毕就对了啦。那表示他走了，我任务结束老兄一路好走，我回家可以交代了，就是这样而已嘛。这样解释叫驱离，你要听我也没意见。紧接着呢，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无人机这个领域上真的不要去跟中国比。全世界都到，不管美国在内，所有的国家的无人机重要的零组件从哪里来？中国大陆来。我们现在要建立所谓的无人机国家队，然后禁止使用大陆的无人机零组件，赞能做得出来，也表示我们在半导体之外，还可以再发展另外一个产业。抱歉，吹牛可以救台湾，台湾一定有希望。说谎可以救国防我们的国防也大概有机会。但是问题，吹牛跟说谎是做不到的。这个呢，大家呢就不要在这里再继续鬼扯下去了。那么紧接着呢，就是我们来谈到的就是菲律宾南海的冲突。我搞不清楚到底要听哪一个人讲的话。菲律宾的3号人物，事实上应该是2号人物了。就是呢，这个谁那个别什么名
就是他的我那时候国防长官这一个人啊，他是怎么讲？现在是他菲律宾里面大概应该是地位蛮高的一位的，应该是排在第3，因为当总统出行的时候，这个外出的时候啊，那么就是副总统跟他呢来担任。那他在事后啊，他举行的会议里面，他讲得很清楚啊，跟我讲，这个只是意外的冲突，这是我们的水兵跟海警的意外冲突，他讲得很清楚啊。那怎么现在又半暝扯西归反警？这又是什么？国防部长讲了，对，又把西归反警，然后呢，总统又跑去政勋，哇，那个是全世界最精彩，把丧事当喜事办的。那个手被压掉的那个士兵啊，对，搬了他很高级的勋章啊，结果那个人说。我要更多的钱了，就这样子。然后那79个人也一样是颁勋章，所有人搞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可以来看呢。现在呢，大家极力的要去把这些事情给搞混、搞乱了。最后呢，那个航空母舰的那个像钓竿的东西，只要平板的航空母舰，包括美国的，你注意看。也大概都有那样的设备，都有那样的设备，通信设备。对，来请教大中老师怎么看？对，我觉得目前的南海争端那个美中跟这个中非之间，我觉得有点不同因为中美在南海之间的一个角力，我觉得基本上比较斗而不破因为双方都是海权大国大概还有一定的一些共识跟所谓的这个海上行动的一些专业在，即便是过去几年也有一些偶发的一些比较。有可能会出现碰撞状况，但是我觉得是可以管控，还可以。是美国在做自由航行，基本上中国大陆的做法就是你进来我就跟你伴随你，直到你出去为止。可是目前中非的状况，我觉得比较麻烦就是它很可能会白热化，也可能会擦枪走火。虽然看起来都是小船比如说菲律宾运用的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海巡，但是感觉起来是近身肉搏。那个6月15号这个海警3号令之后，马上出现的状况就是如此。看起来虽然都是使用非致命性的武器，但是会有点像几年前中印边界冲突那种既视感。对，即便是非致命性武器，会不会死人？会不会不小心出人命？对啊，10块啊，也许可能会的。假设有这样的状况出现的话，我觉得马上中非冲突就会有螺旋式的上升会比较不可控。所以这点是让大家比较担忧的地方。那第二点就是比较中非之间的，如果是指比军力、海上兵力，是还有包括像这个海警对菲律宾的海巡，那大概是实力非常悬殊因为不管从船只的数目、吨位，还有所谓的舰艇的这个新颖的程度，其实菲律宾是差一大截。但重点是现在菲律宾后面还是倚仗的还是美国啦，就它的底气的来源还是所谓的美菲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尤其是最近几年美菲之间的海巡合作很密切，有时候还把澳洲、日本给加进来，然后还有很多地方是美国直接提供很多的援助，所以这点让菲律宾的底气比较足。第3点是因为刚才字卡上面特别提到说，应该指的是中业岛啦，菲律宾所控制的中业岛，是有一些媒体称因为在修这个机库。是水泥的一些建物，所以有可能会停这个美国的 F-35，但我对这样的一个预测还是有点存疑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所谓的中业岛它在1945年，其实我们中华民国海军在中业、永兴、太平、中建它开始做这个南海的诸岛的一个接收的任务。那有包括丈量啦、舰杯等等等等，所以中业岛的命名就是我们的中业军舰、中业舰。那只不过是在1971年之后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我们一撤之后，菲律宾就上去，那一直控制到现在。其实对于菲律宾的这个南海的布局来说，中业岛的地理位置，它的战略价值是比较大的，0.4平方公里。而且在岛上这么多年来，已经它的这个机场从一开始比较简陋的跑道，到现在修到1300公尺，已经可以停靠了这个大型的运输机，港口也是，而且在岛上还有建筑物
还有一些是我们建的吗？他们菲律宾，他们菲律宾现在它非常的巩固，所以这一点其实是他非常的看重。未来他应该会强化他的驻军，目前是几十个人，那也会增强他的一个使用。我觉得大的图像我再讲一次，还是美中的战略竞争，好，而且菲律宾目前的内部的政治的关系，所以他跟美国靠得非常近，所以在这方面，他中非的冲突会。我觉得不确定性目前是中非，不是美中在南海。是我们请教赖老师，也是一样，菲律宾的问题在南海的这些争端。我觉得菲律宾挑起南海的这次的争端，它主要的诉求点是在卖惨。卖惨，就是说，我是小国，我很可怜，对我很可怜，你们这个大国，中国这个大国来欺负我。那他的希望是引起这个国际舆论的声援，支持他，然后谴责中国大陆。但是我们看到了整个事情的发展除了美国韩国、日本，还有美国的盟友就是欧洲的一些部分的国家跳进来声援这个菲律宾以外，那中国大陆很清楚知道这些国家不讲是非黑白，不讲道理，因为明明白白的杜特地时代5年这个相安无事，那是现在你美国跟小马可斯这样闹起来的，然后你们这些国家竟然是不讲道理那所以中国大陆的观念里面就是把这一些国家的讲的话当作垃圾丢在垃圾桶都不理会。为什么呢？因为很快的你会看到全世界190几个国家，绝大部分的发展中的国家，绝大部分包括欧洲有20几个国家就没有人站在菲律宾这边，特别是菲律宾的盟友东盟的国家9个国家没有1个国家站在菲律宾这边，甚至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就直接指控，就是你美国在背后挑起来的嘛，就是你菲律宾你愿意当美国人的工具去挑衅中国大陆，直接就指控了，这就是菲律宾的盟友。所以你看到了，也就是菲律宾的卖惨，希望能够得到国际声援，但是事实上是失败的。而中国大陆对于那些不讲是非黑白的国家，严格上来讲已经不再理会了。那因此态度是越来越强烈，然后动作也是越来越强度越来越大。现在的情况，大陆对于中业岛的打法，我个人的看法，在南海里面，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也就是说，你菲律宾你现在跑到仁爱礁来，中国大陆现在是在中业岛这个地方开始举行军演。中业岛这个岛基本上来讲是易攻难守，非常容易打下来，很难守。而大陆现在把这个2栖登陆舰、2栖攻击舰，还有大型的海警船都拉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其实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菲律宾做到超过了，忍无可忍了，那不能排除中国大陆就利用这个机会就把中业岛就收回来了。那也就是说，你台湾不收嘛，本来是我们台湾的，是啊。那你台湾不收，大陆帮我们收，大陆收回来以后就挑战你美国的美菲共同防疫条约，看你能不能生效。以过去菲律宾一直强调，你只要我伤到我一个平民百姓，美菲防疫条约立刻生效。现在连手指头都断了，是他们说美菲共同防疫条约不会生效那是到底谁叫菲律宾来对外说明说不会生效的？是菲律宾吗？还是美国跟他说你要跟对外面宣布，我们这个条约不生效的，还受勋了。所以我补一个中会岛的事，当时中会岛被占了之后，我们国军曾经派出军队要去收中会岛，但是船到了一半的时候被要求返航。美国要我们返航，对，所以才这样。所以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将来在不断的呈现的时候，已经给了中国大陆收回中业岛的提供法理的基础了。是没有错本来是我们的地方，被人家占走了那这个是历史的还原。